了家乡，远渡过海洋，沿途风雨险阻往心里放，看日月交换欣喜和惆怅，眼睛就算迷茫，汗水会擦亮，收拾起行囊，把思念带上，人生在多波折，逆风而上，看笑泪交织，聚散多无常，只要有希望，就挺起胸膛。这天地茫茫，何处是我家乡？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无休的故事，岁月会流传，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这里有希望，这就是家乡。阿妈说我要当爸爸了，我以为她哄我的，原来是真的，真的，啊、真的。二叔，小心一点。哦，小心点，小心点。大嫂，很好，很好。大姐，你有了身孕，一切都要小心哦。我刚去给老太太贺了喜，也去给菩萨祖先都上了香，谢谢菩萨祖先保佑，让张家再添香火。我听阿妈说啊，大夫说你身体很虚弱，需要进补。哎，不管多少钱，马上买些燕窝补品，叫他们送过来。是的，二爷。何必买呢？我娘家刚送来好些燕窝，都是最顶级的，我家金花炖给她吃不就行了吗？至于其他的补品嘛，还是叫大夫开方吧，孕妇可不能乱进补的。对，你也太贴心了吧啊！以后明珠有劳你照顾了。那还用说，珠妹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啊。谢谢大姐。谢什么啊？你要好好养好身子，给张家生一个健健康康的胖宝宝啊！二妹，二叔，我看明珠也累了，让她早点休息吧。走，躺好啊！哎，小心安胎啊！啊，休息。二叔，借不说话。我听说你前2天买了个少女，后来说人家不是黄花闺女，就把她痛打一顿，是不是真的？大嫂，你消息可真灵通啊！这种风月场上的事，竟然传到你耳里。你在外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张家的声誉。我希望你能为张家、为阿妈想一想。如果这事传到她耳里，你说她会多伤心？我玩女人又不是没花钱，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就像商场交易。她说自己是阿南达拉，竟然骗了我，那就是做生意不老实。难道你要我白花钱不成吗？我只打她一顿，算便宜她了。你要当父亲了，请你多积德。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大哥在世的时候，常引用一句古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就是我的意思。你这句话算诅咒我吗？我不是在咒你，我在劝你。希望你能帮阿妈积德，帮下一代积福。大嫂，我今天很开心，不想说些难听的扫大家兴。可是话挂到嘴边，不说不行。
什么积善积德，全是一派胡言。大哥不是积了很多德，征医施药，开戒烟馆，结果呢，还不是英年早逝？这些都是废话，不值一听。问你，我在找矿场的督工老鬼，你知道他在哪里吗？那家伙欠了公司一大笔钱，跑得无影无踪，我正派人去找他。有他消息，我再通知你吧。他应该已经知道我找过老鬼，也知道我找老鬼是查广平的死因。老鬼忽然销声匿迹，是否跟他有关？如果是的话，那广平的死……陈叔，陈叔，原来是睡着了。老魔怪，老魔怪，我说过了，我今天见不到你，我不管3721了。老魔怪，你再不出来，我就要破门而入了。老魔怪，老魔怪，你先跟我！你这家伙竟敢欺负我妹妹！不！慧莲小姐，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知道，我知道，哥，他只不过是想阻止我打扰老魔怪罢了。是，陈叔睡着了，睡得很沉，他一定是累坏了，请别打扰他，让他睡个好觉。怎么不早说啊？对不起，慧莲小姐。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对不起张婷。不，慧莲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喂，你们两个够了没有？你没事吧？可是你的脸肿了。肿了？真的？哥，你怎么那么用力？我以为他欺负你。太好了，太好了！什么太好了？肿起来太好了！我昨天用木屐敲了自己一下，很痛，却没有肿。现在肿起来了，我就可以使用陈叔的新药了。我来帮你吧。不必了。好了，谢谢慧娘小姐。这就是老魔怪在研发的药啊。是的，慧娘小姐。看来老魔怪把全部的心力放在这个药里，希望他成功。会的，陈矿叔一定会成功的。
慧娘小姐，张天英，我们是朋友，你有话就尽管说吧。是的，慧娘小姐，我发觉你这趟来新州，好像有些不开心。是吗？是的，我常看你眉头深锁，即使开心的时候，也像是什么？强颜欢笑。张天英，你很坏。啊，我说错什么了？我就是喜欢看你手足无措的样子，很好笑。不过你还蛮细心的，我就老实告诉你吧，我这次是离家出走，悄悄来这里的。离家出走？为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问的。逃婚。我不想嫁给我不爱的人，所以我就逃婚。好，逃得好啊！张天英，谢谢你支持我。小婶婶有喜了。我跟娘娘通了电话，她告诉我这喜讯。那你有没有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娘娘？说了，她怎么说啊？娘娘说太冒险了，万一东窗事发，反而会被查理章抓到把柄，到时就更难拒绝这门婚事了。我就知道娘娘肯定不赞成，早知道就隐瞒她。不过她也不是完全反对啊，她要我自己拿主意。那你就快点拿主意吧。这事关系重大，我得再想想。哥，一婚后很快就定亲了，定了亲，下了聘，定了婚期，就没有转圜余地，这事不能等了。不如我再跟娘娘商量吧。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哥啊，难道你不明白娘娘的用意吗？娘娘的用意，你已经长大了，是个有主见的大人。阿叔不在，你是张家的长子，张家的将来都靠你了。娘娘之所以要你拿主意，是希望你可以慢慢担起这个重任。可是哥，你不要再可是了，你得有主见，下决定。就算孤注一掷，你也不能逃避。不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我得慎重考虑。哥啊，你要对你自己的计划有信心。我想，娘娘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要不然她肯定会阻止你这么做的。哥啊，即使失败了，我也不会怪你的。媚娘，哥，你都说了，那个查理章是个贪婪的人，他可以为了几百块的利益，把一个小商人逼到走投无路，他肯定会上钩的。即使要照计划行事，也得找人来配合。这个人还要是能信任的。我脑海浮现了一个人，他能帮得上忙。谁啊？ Mr. Johnson, I suppose your work as a lawyer is hectic. Yes, indeed. There are so few of us, it would appear that most of my countrymen do not want to leave our homeland. Oh, I'm sure you miss home, but I understand from your message that both of you will be returning to England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Oh, yes. We have not been home for 3 years, and it so happens this year we'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Christmas? I hear that the Christmas is celebrated on a grand scale in your country. If it snows, it will be a white Christmas. Oh, yes. Oh, yes. 哥，我发现他一有机会就不忘练习英语，难怪他的英语会突飞猛进。我觉得他应该骗得过查理章。不行不行，为什么？他呆头呆脑，查理章又精明狡猾，他怎么斗得过查理章？可是有句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我相信贪婪能让一个人不顾一切，贪婪也能遮蔽一个人的眼睛。
算了吧，我看他没这胆子，他肯定不会接受的。我接受。我接受。你可有听清楚？我听得很清楚。真的接受？我真的接受。那查理章是那么不堪的人，惠娘小姐无论如何都不能嫁给他。为了惠娘小姐的幸福，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惜。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啊？又不是叫你下地狱，真是个呆子。好了，真像个 gentleman。 Hello, Mr. Thomas. Hello, Mr. Charlie。差点忘了。李兄，有点派头了。走吧。小心！我看还是不行。我相信张听，他行的。 May I ask if you're members? Don't you recognize me, Mr. Singh? Of course I do. Welcome, gentlemen, madam. 我查过了，查理章每个星期三都会来这里跟洋人交接应酬，打好关系。跟查理章在一起的洋人叫 Smith， 是土地局官员。Mr. Thomas， 从现在开始就看你的了，去吧。张天英，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感激你。查理章，像你这种手段毒辣、玩弄女性之辈，怎么配得上惠娘小姐？你害惠娘小姐离家出走，害她为自己的幸福着急，你真是太可恶了！Hi, you are Mr. Smith. Yes. We have met before. Do you remember? Yes, yes, of course, Yes. Mr. Thomas. Thomas. Of course. Yeah.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our local businessman. This is Mr. Charlie Chung. Hi, my name's Charlie Zhang. 哦，原来你就是查理章先生，久仰久仰。我刚从香港过来，听商界的朋友提起你，说你年轻有为，长袖善舞啊。过奖过奖。那有机会再向你讨教讨教了。Mr. Smith, I shall not disturb you further. Goodbye, Mr. Smith. My pleasure, my pleasure. 再见了，查理章先生。好，好。 Hello. Goodbye.
马好马，查理兄，你养的真是一匹好马。汤姆先生对马好像很感兴趣啊。哼，我对于能带给我财富的事都很感兴趣。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在香港养了80匹马。哦，养马是我的生意之一，也是我跟洋人保持联系的方式。新州跟香港一样，是洋人的殖民地，想要发财，就非得跟洋人搞好关系不可。这一点，查理兄，你应该很赞同吧？当然当然。王先生这次来这里是做生意吗？既然大家都年轻人，叫我 Thomas 吧。查理兄，既然你跟那些洋官洋商那么熟，有些事情你应该也略知一二吧？心照不宣。其实我正在物色合作的对象，毕竟这块大饼也不是我一个人吞得下的。而且查理兄，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既然你我都是爱马之人，不如大家合作，一起发财，如何？有利可图的合作，当然却之不恭了。哥，好像顺利了。张天英还真是模是样，看来我得对他另眼相看啦。得到教训了吧？知道以后不要轻易看轻一个人。不过我还是有些不解，什么事不解啊？张天英怎么会如此义无反顾，一口就答应帮我们呢？人家有正义感啊。不如说他对你有好感吧？别胡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为了惠娘小姐，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惜？哇，你想谋杀？谁叫你招惹本小姐？不理你了。你应该有听说过英国政府有意发放赛马执照吧？哦，那件事啊，略有所闻，略有所闻。不瞒您说，其实我只是个跑腿的罢了，背后运筹帷幄的另有他人，都是些政商界大有势力的高官富贾。不过他们都不方便出面，只好由小弟我出面代为跑腿。原来如此。汤姆兄，你说的那块地是这吗？不错，这块地够大，可以让马儿尽情奔跑，又可以容纳足够观众。最重要的是，离洋人的居住地不远，把赛马场开在这里，最适合不过了。汤姆兄，这块地已经有主人了。我知道，我已经叫律师去查了。只要钱能够解决的事情，容易办。汤姆兄，这恐怕不是钱可以解决的事啊。哦，查理兄，这个世上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吗？实不相瞒，这块地是小弟祖先长居所在。哦，当真？没错，小弟家的祖坟就在不远之处，在东边。那就把祖坟迁了吧。汤姆兄，你说笑了吧？不，我是非常认真的。汤姆兄，你应该知道我们华人是很重视祖先坟地的，我可不想做个不孝子孙，遭人唾骂。查理兄，你是个受现代西式教育的人，不会那么食古不化吧？赛马场能够日赚千金，祖先坟地，只能放着长野草，哪样重要，不言而喻嘛。查理兄，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把祖坟迁了吧。这之事体大，小弟实在无法拿主意啊。
我看来看去，就这块地最合适了。希望查理兄你能够权衡得失。古人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照我看，有钱也能够使祖先点头答应迁坟啊。这 Thomas On 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说他来自香港，认识很多洋人，身份来历不明，会不会是骗子？我看不像。他并没有向我们要任何一分钱，他只要求大家签下一纸合作协议书，在取得赛马执照之后，才落实马场的计划。如果执照不到手，一切就作废，到时我们的祖坟也不需要迁移。爸，英国政府有意发放赛马执照的事，我也听说过。可是那些官员都否认了，这虚虚实实难下定论。依我看，空穴不来风，这 Thomas On 言之凿凿，而且还说背后操盘的人大有来头。我看这是个机会，爸，我们一定要把握。可是，一动祖坟的话，就落人话柄。爸，祖坟可不会帮我们发财啊！没想到，我竟然面不改色的欺骗查理章，也希望惠娘小姐她哥哥出乎意料。我何尝不是大吃一惊？张天英，你在喃喃自语什么？我在想些事。我看你好像很困扰，在想什么？我在想，有时候人也不一定看得清自己。怎么忽然这么多感触啊？原来今天我才知道，我也可以面不改色的去欺骗人。你是说骗查理章的事啊？那是因为你要帮我啊。可是那也证明什么？我也可以变得很坏。哦，痛不痛？不痛。哦，痛不痛？不，有点。张天英，别再钻牛角尖了。人又不是神，没有十全十美的，有善的一面，必有恶的一面，善恶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人家才会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惠娘小姐说的对，善恶都在心，心正则正，心邪则恶，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要行正道而非歪道。谢谢惠娘小姐的当头棒喝，让我茅塞顿开。我哪有这么厉害？哎，水滚了！我来！啊！我看！哎呀！来！痛不痛啊？小姐，你先说。谢谢你。还是我先说吧。张天英，谢谢你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你呢？你要谢谢我什么？我要谢谢你，谢谢让我知道，人能怀着希望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日子一直过得很茫然，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今天能安然过去，明天能睁开眼睛醒来，还求什么呢？后来我阿哥说，
到南洋去吧，去那里找活路。然后我就和我阿哥从唐山过来南洋，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世界，前路茫茫，根本不敢去想遥不可及的未来。但是因为遇到慧娘小姐你，我的人生改变了，我开始有了理想，有了希望，我才知道，原来能怀着理想跟希望活着，真是太幸福了。我很感谢你，慧娘小姐，也很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你。我这次去新州，快则3、4天，慢则1个星期才回来。我不在的这几天，你们要好好照顾老太太。我们会的，太太，你放心吧。还有阿才，是太太。我知道了，太太。大嫂，明珠啊，干嘛下来啊？有什么事让阿英来叫我就行了。大嫂，你一定要把慧娘带回来。你想念她？我会的，不过她得先挨我一顿骂。一切要小心哦。我知道了。二太太，太太刚走啊。你怎么不早说啊？大嫂要出远门，我连个人影都不见，又要惹人闲话了。二太太啊，我以为阿好会来告诉你。阿好那贼东西，就只会鬼鬼祟祟监视我，还能干什么正经事啊？说不定他现在就在外头呢。走啦，个个就会听黄正娘的摆布，总有一天我要他们全都滚蛋。二太太，太太不在，要下手就趁这个时候。怎么下手啊？白明珠现在可珍贵了，像个皇后一样，时时刻刻都有丫鬟跟着，就连冲凉拉屎都跟在旁边，谁进得了她？二太太，你看。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啊，我好不容易才弄到啊！我当了我一条金链子，那链子啊可是我的嫁妆呢。行了行了，你花了多少钱，我加倍还你就是了。谢谢太太。这个东西呢，有个名堂啊，叫做不留人。不留人？据说这个东西啊，霸道得很呐。以前在风月场所工作的姑娘，要是她们怀了孩子啊，老鸨呢就要她们吃下这个东西。之后就落红不止，什么都流光了。是不是真的？你可别上了江湖骗子的当。二太太，我以前有个老姨啊，她在风月场所里面是后姑娘的，她见识过这个东西，假不了的。那会不会被发现？你嗅一嗅。没味道，不是无味，只要放在他喝的汤里啊，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好，你就找一个机会下手。这什么啊？这可是生儿没屁眼的事儿。你说什么？二太太啊，现在财姐啊，看到我就好像眼中钉、肉中刺啊，防我就好像防贼一样啊。那女人吃的东西啊，都看得紧紧的，我哪有机会下手呢？没用的东西，叫你做一点事那么多借口，我自己来。不会打扰我们怪的。
陈叔，陈叔，陈叔，老魔怪，老魔怪，回乡了，我要回乡了。老魔怪，回乡。老魔怪，小姐，陈叔累了，让他好好休息。老陈是真的累了，他想回乡。王叔，老魔怪是不是从唐山过来的？他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事，不过有一次他喝醉了，倒是说了很多往事。他说他12岁就跟一个同乡到这里来投靠亲戚，那亲戚对他还不错，供他读书识字。他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好让他的家人过好日子。可是后来家乡闹土匪，他的亲人都遇害了。50年的回乡路啊，老陈原来都没有忘记，他还是想回去的啊。阿好，我去问老太太今晚吃什么菜。这汤是给姨太太安胎喝的，小心看着。知道了，彩姐。懒骨头，睡得好。阿太太，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你要干什么？这是安胎药。我特别叫人准备了珍贵药材磨成粉，加入汤里喝了能够安胎复原补气的。如果真的是安胎药，你何必鬼鬼祟祟啊？什么鬼鬼祟祟啊！你放肆！小心我撕烂你嘴巴！你什么你呀？勾嘴也吐不出象牙来，没上没下，尊卑不分，你们都给我滚蛋啊！你趁彩姐离开厨房，又趁我睡觉的时候悄悄进来，这还不是鬼鬼祟祟？那是什么？你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太太预料到了。阿好。你说什么？什么早就被太太预料到了？二太太，太太临走之前一再的交代，要照顾好姨太太，她的起居饮食都要格外小心。我知道了，原来太太让你们监视我、提防我，所以刚才一个假装睡觉，一个假装离开，就这样引我上钩。二太太，我们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你们跟黄真南设了个陷阱让我跳，想陷害我，诬赖我下药害人。我啊，这是好心被雷劈，枉做好人了。你们既然觉得我居心不良，我花了钱叫人准备珍贵药材，还是丢掉给老鼠吃算了。二太太，既然是那么珍贵的药，到了也太可惜了，还是交给老太太，
让他决定给不给姨太太喝，那也不会糟蹋了你的一番心意啊。你是什么东西啊？只不过是个臭妈姐，敢对我指指点点的。我现在心里不痛快，想丢掉不行吗？你们谁敢阻止我，我就赏他2耳光！喂，二太太，二太太，放开我！放手！二太太，二爷，吵什么？反了，真的是反了，奴才欺负主子啊！大大，不是的，二爷，刚才二太太要把这药放进姨太太喝的汤里面。老太太和太太之前一直的叮嘱我们，凡是姨太太吃的喝的都要格外小心，所以我们才赶快阻止二太太的。这是什么药？二太太说是安胎药。安胎药？真的是安胎药吗？当然是安胎药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毒药啊？小蛋跟他们一样，都是狗东西，不相信我。朱斌怀了我们张家的骨肉，我怎么会做出这种生儿子没屁眼的事啊？有。你真的不相信我？我真是好心没好报，我死了算了，我就死给你看！哎，何必那么生气呢？明珠有孕在身，大夫一再吩咐，饮食用药都要各处小心。我进门的时候，大夫进来了，我把药拿给他看，要不然要是吃出什么问题，赖在你身上就不好了。张广达，你不相信我，我跟你拼了！抓他！二太太，放开我！二太太，怎么啦？二太太，快把门锁上！太太，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我中了还正娘的诡计，我这次劫数难逃了。啊，二太太，这是那个药？是啊，还正娘似乎猜到我们会这么做，还叫阿才跟阿豪串通好，让我掉进陷阱。更糟糕的是，让二爷知道了，他拿了药说要去问大夫，我完了，我真的完了。你千万不要说那个药是我哪来的哈！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想要求自保？我跟你说，我保不住，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还待在那里干什么？快去整理行李啊！二太太，你要上哪去啊？先回娘家避一避吧。二太太，这万万不能啊！你一走出张家的话，想要回来啊，恐怕就难了。那到张广达敢休了我不成？二太太，不怕意外啊，只怕万一啊！自古以来，母凭子贵啊。要是那个女人啊，给张家添了男丁，到时啊，想扶正她，不是不可能的事哦。那该怎么办呢？唉，事到如今啊，只好上吊。上吊。惜别了家乡，愿渡过海洋，人生在多波折，逆风而上，看笑泪交织，聚散多无常。只要有希望，就挺起胸膛。这天地茫茫，何处是我家乡？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情积满身残，挡不住渴望。一旦认定了，绝不会走忘。这天地茫茫，何处是我家乡？相信